怎么会有这么多海牙孤儿？霍宗耀、女婴霍代荣，苗杰男婴苗云，钟云赤男婴萧北明。萧大哥也是。其实，在知道师傅是曾峰甲后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了。如今被证实，也算有个交代。但放心，无论我是不是海妖孤儿，我要做的事情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童心，我爹是参谋甲，我二哥是海妖孤儿，怎么可能？如果童老镖头是曾峰甲，那当年平远镖局灭门案很有可能是叶莎在复仇。这上面写童鹏是你二哥，怎么从未听你说过？我二哥在灭门案之前就意外离世了，我也没想到他是海妖孤儿。莽夫，起码知道了仇家是谁，别太难过。我没事，只是叶莎这个混蛋，我一定要亲手抓到他。我现在就去查名单上所有人的信息。我们跟你一起去，萧大哥，你留在这儿等消息就好。收养海牙孤儿的人，当年都不是普通士兵，最少也是个千户。所以军部还留着跟楚广厦一样被处理过的档案，能够查到他们退伍后的去向。除了刘京的20几人，他们都分散在各地。最近几日，我们去走访了刘京的那些人，发现无一例外，全部死亡。境外的那些呢？结果也是一样，这些人在10几年间，因为各种原因死亡，大多数都是失踪或是病故。他们分散在各地，没有明面上的联系，所以不会有人注意，也不会有人报官。要不是我们查到霍府的案子，去威州找了黄天，这些人的死根本不会被人联系起来。那些海牙孤儿呢？那些当年被领养的孤儿，都跟童双的二哥一样，因故死亡。剩下的孤儿，除了你跟霍姐姐，全都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的，应该是被叶莎给带走了。还有的成为了朱一铁、青樱，还有黄无常。师妹，最早死的是在何年何月？兴文9年，也就是13年前开始，叶莎就已经复仇了。真是好大的一盘棋。如今参逢甲名单的线索已断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线索还没有断。这上面有个暗章，军部密件，必须得按暗章。这是平南王武烈。我之前一直觉得这名册有问题，上面写了这么多名字，像是记录下来给某个人审看的。我一直在想，这是给谁看的？你是说参逢甲的首领？没错。我爹跟霍将军当时最大的官职也不过是个参将，带走海牙孤儿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他们也不可能做主。所以说，这上面有平南王武烈的名字就对了，不然他们带不回海牙孤儿。平南王武烈是先皇的六弟，也就是当今陛下的六叔。武烈年少从军，一直戍守边疆，但朝中记载却是寥寥。如此看来，他极有可能就是统领参逢甲之人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死了。死了？根据朝中记载，清文初年，他回京染疾，因病去世。但我觉得此事没有这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他的死也太过于平静了吧？我查了当年礼部的文书，按理说他是陛下的叔叔，又是封号平南的王爷，
不说国葬，后事也应该办得风光一些。但礼部却没有任何的记载，就连他身葬何处都是一片空白。有没有可能他为人低调，不愿身后之事大操大办？那太医楼呢？身为皇亲，身染恶疾，太医楼也没有任何的医案记录，这也太蹊跷了吧？你是说朝中的记录是假的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，我只是查出了些疑点而已。他毕竟是参封甲的首领，屠尽一城百姓，如此滔天大罪，陛下会不会把他秘密处死呢？皇亲犯案，遮掩一下也说得通。那也不应该只死他一人，他手下的参将，无论是师傅还是霍将军，在海牙案后都留在朝中任要职，就连童老镖头也回威州好好开了个镖局。若不是叶煞的出现，他们不会死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武烈没死，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？他要是真藏起来，天下之大，我们去哪儿找啊？只能我再去找一趟吴大人了。吴大人，谁啊？请问吴大人在吗？吴大人离开了，不在这儿住了。何时离开的？去了哪里？那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哪知道啊？打扰了。你是前几日来的神捕营那人吧？正是。哎，你来的正巧。吴大人临走前托我有样东西交给你。给我？吴大人知道我还回来？等我一下啊。多谢。身为大齐最尊贵之人，身处大齐最阴暗之处，渡大齐最难渡之劫。这是吴追给你的线索。身为大齐身份最尊贵之人，说的应该就是武烈这位皇亲。吴大人猜到了我会查到此人，但因为参封甲的身份不方便明说，所以给了这谜语。身处大齐最阴暗之处，渡大齐最难渡之劫，说的应该是武烈所在的地方。可什么地方是大齐最阴暗的呢？什么劫难是大齐最难渡的？武烈是陛下的亲叔叔。你也想到了？应该就是那个地方。这次怕是要麻烦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这次麻烦可大了。焦北明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那种地方我都进不去，你怎么进去？我自有办法。今天来见方首座，就是提前告知，避免神捕营出现麻烦。麻烦？你还知道世界上有麻烦这两个字？那种地方没有人进得去，也没有人能活着出来。您说的，北明都明白。只是时间紧迫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答案，我必须要去一趟。可是，您不是说过，总得有人做点什么吗？看来现在是没什么办法拦得住你了。若是我明日回不来，方首则可有应对之策。牢房失火，恶犯身死其中，面目全非，世上已无萧北明。如何？没想到有一天方首座掩盖冯尸案的法子，竟然用在了我的身上。别蹬鼻子上脸啊！仅需一日，若是明日我没有回来，就按您说的做。萧北明，明日必须活着给我回来。但愿如此。毕竟我现在身上可不止自己一条人命。什么时候动身啊？即刻。雪曼呢？我没有告知于他。就你一个人，太危险了。就是因为太危险，所以才不能告诉他。还请方首座替我保密。
师妹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你到底要去哪儿？这是吴追给你的线索，这上面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是武烈所在。听刚才方首座跟你的谈话，你已经知道武烈在哪儿了，对吗？萧北明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在天牢的风域。天牢风域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是大齐关押最凶恶罪人的地方。我当然知道是天牢，我问的是风域，我怎么没听过这个地方？天牢一共18层，每往下一层，所关押的犯人罪行越深，刑罚越重。若是我真的以夜杀的罪名被关进去，最多也就是关在第16层。所谓的风域，就是传说中天牢最深处第18层的别称，是天牢中的天牢。那得是什么人，才会被关到这种地方？大多都是皇亲，甚至是皇子，所犯罪行，最轻也是谋逆。这上面写的，身处大齐最阴暗之地，指的是风域。你想要怎么去？你别告诉我方首座有办法，就算当年是我爹在的时候，进天牢也要层层申报，最后拿到陛下的手谕才能去，更别说这第18层了。我之所以要一个人去，就是因为太过冒险。一旦被发现，将万劫不复。你究竟想如何进去？父亲，父亲。首座呢？首座上朝去了，应该马上就回来。这是曲意逼温香，最近营里烦心事太多，去把书房的香换了，去污秽瘴气。是。风清竹还有点东西。你居然同诸葛孔云去，你知不知道这么做，万一被发现，你们会被当场斩杀？正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。就算我被发现，也不会连累到你。又是这套说辞。吴追那次你也是这么做的，万一那天的水是真毒药，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吴大人那次他是个意外。那3年前的风波湖呢？如果那天你没有扔下我，如果我也在那条船上，那这一切会不会？小北明，这一刻盼了多久？对酒当歌，月下蹉跎，没人知幕，只为你停留。微微风从浪，散作满心寒，只为爱过你，就水空。怕
处，刀光剑影。站住！天牢重地，无事速速离开。不知钦差大人驾到，多有得罪。奉圣上旨意办事，带我们去丰裕。是。丰裕？不知二位大人去丰裕是？是你该问的吗？请。二位大人，丰裕就在下面这层。你不下去吗？按律法，我只能走到这儿，再往下走，就要杀头了。辛苦大人，我们自己下去。这天牢里的看守见过这么多穷凶极恶的人和事，居然这般害怕。这第18层里究竟有什么？会不会很危险？我们假传圣旨就已经是死罪了，怕什么危险？说的也是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走吧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居然徒手篆刻石碑，此人内力深不可测。他是我们要找的人吗？度大器最难度之节，按大器行于规矩，走犯事越大，铁链越重。大器记录最重370斤，此人与之交织不差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大师可是平南王五烈，我们奉旨前来，是有要事要讯问。两位请回吧。这是陛下御赐的令牌，假传圣旨是死罪。这令牌是真的，为何说我们假传圣旨？令牌是真的，但他永远不会派人来见我。我在此修行，不想参与你们的是非纷争。既然见到了，就回吧。我们来此只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相，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答案，我们就不会走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海牙案。那些高手
情绪变化会引起周身气息变化。我再问一次，放你们走可愿意？是无罪大人让我们来的。你刚说无罪，花名册从何而来？大师，眼下你身在这风雨之中，不知当年海牙之事已让大齐掀起滔天巨浪。如今夜煞藏身海牙，如果不能抓到他，恐怕大齐会出现更多祸端。两位请回吧。两位回去吧。刚刚我们说的话，您没有听明白吗？已经死了那么多人，能告诉我们海牙真相的只有您，您为何？世间之法皆是因果，因是能生，果是所生，有因生果，因果力然。世界迷雾，不外因果。我在此地修行赎罪，为的就是了却当年因果。不说，外界便不会因我再起孽障。两位回去吧。平南王，我们不会离开。速速离开！你笑什么？我在笑你。我有何可笑？处处可笑。你曾叱咤风云，如今却躲在这风雨之中。无数大奸大恶之徒就活在你头顶之上，如此可悲，岂不可笑？你身带白金铁链，以为这区区皮肉之苦便可为因你而死的无数生灵消障，如此天真，岂不可笑？你口口声声因果障孽，可你连因从何来，果为谁受都不知道，如此愚笨，岂不可笑？你无需逞口舌之力，因果汇聚时，果报会自受。你根本不了解赎罪之修行。赎罪？荒唐！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你坐下参讲，我恩师钟云氏历朝刚毅，铁面无私，围捕20年，破冤案悬案760余，抓获奸恶之徒1700余，百姓暂为捕王。可在风波湖上，身受千针万线，穿孔惨死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你坐下参讲霍宗耀，戎马20年，血战平沙，南征漠海，大小100余战，战无不胜，官拜上将。身上刀枪剑伤数不胜数，沙场为王，却在自家宅院遭人毒害，一双杀敌之手将自己活活掐死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还有你坐下参讲，同心退隐江湖，立平远镖局，手下镖师惩奸除恶，大抱不平，护一方百姓安宁。平远侠义之名江湖流传，
可在一夜之间，镖局上下74口惨遭灭门，只留一子流落江湖，惨遭人贩拐卖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还有苗杰、沈弼、陆文忠、樊敬志、秦业，他们哪个没有为大秦呕心沥血？哪个没有为大秦殚精竭虑？与他们相比，你又算什么赎罪？闭嘴！那些海牙孤儿，生父生母死于战乱之中，你以为将他们带回是给他们生路一条？可后来如何呢？他们大多因无根而历经坎坷，养父母更是死于非命。他们被夜叉带走，蛊惑成了死士，为了向大齐复仇，哪怕身死也要效忠夜叉。吴烈，因是你所中，我就要除你之外的所有人来受。你躲在这里，带着这锁链，念着佛经，诵着佛号，只是为了掩住你的虚伪，遮住你的懦弱。你口口声声了结因果，赎清罪孽，可你了了什么因果，赎了什么罪孽？继续躲在你这风雨之中，念经诵佛。但我和你不一样，你了不了的因果，我替你去了；你赎不清的罪孽，我替你去赎。你太像你师父了。他是我今世最信任的人。这是海牙的地图，像你师父一样，找到他，带他回来。我把一切都告诉你，拿着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是大齐的子民，都是无辜的百姓。我知道此联一下，便万劫不复。但为了整个大齐，我别无选择。走，去海牙。天杀！你看，其实不必害怕发生。还没得到的时候，你想必早已出现。带来对我所有偏见，带来突出所有片面。我都不想争辩，睁眼终究逃不出我视线。谁的刀，谁的剑，谁在背后伤人？有人狂，有人傲，有人恩将仇报莫嚣张。路上有红尘道，他苦海破孽障，跳上火海笑沙场，魔神与民拔剑。通往海牙的路就在这片山林里，怎么路不见了？于月，
这地图是20多年前画的，时间过了这么久，原本的路可能已经被草木挡住了。哎，大哥，您知道海牙城怎么走吗？不知道，什么地方，听都没听过。不是，等等，您看，我们也不白问，这个您拿着。都说过我不知道了，你们再去找别人问问吧。哎，我看你这鬼鬼祟祟的，不会是山里的土匪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看你们才像土匪呢。神不赢，官爷饶命，官爷饶命！不是小的不想说，是小的害怕呀。这么说，你知道海牙？嘘，可千万不能说那2个字啊！兄弟，先起来说话。你刚才说不能说那2个字，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会有人害你？不是人会害我，但是那里边的那些东西可就说不准了。你是说，海牙里有异怪？哎呀，都说了不让你说那2个字，你们既然知道，怎么还敢来呀？难道你见过？小人曾经砍柴的时候误入过那里，我是亲眼所见那些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我们几个人寻那时候寻了很久了，既然你去过那里，烦请您给我们指条明路，好吧？你们几个还真要去呀？不是，刚刚小人所言绝无半句虚言，那里面真的有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你不会有任何事。若你实在害怕，这些银子你拿着，你去做买卖。从此以后，你再也别来这山上砍柴了，如何？就是这条路，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走到头，右转不到10里的路就到了。辛苦了。那你走吧，大哥。这走了2个时辰了，你们饿不饿啊？太阳快落山了，休息一下吧。陆兄，找个地方。好。霍姐姐，你去把果子给大家分一下。来，吃点东西。谢谢。给。哎，肖大哥，我不吃，你吃吧，多谢。好，来，我帮你。肖大哥，咱们接下来应该去哪儿啊？那个樵夫说，顺着这条路往前走，看看我们运气好不好，能不能找到海牙的遗址。让我去打探探探，顺便打点野味儿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这里荒废了这么久，说不定会有野兽呢，还是要小心点。野兽怕什么呀？怕就怕有妖。你别说了，我从小就害怕那个。这海牙妖怪的传说，就是为了掩盖参谋甲的秘密编造出来的。我看那樵夫就是眼瞎，怎么可能真的有妖怪啊？对，不可能有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任何妖怪都不敢伤害你。你俩别扭了，走，一块去。小心点啊！我马上回来。小心点。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疯子哥哥，待会儿我也害怕，要保护我哦。哼，今天一定要给他打一只野味回去。走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人的怪物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俩但凡跑慢点，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俩了。这样吧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今夜我们轮流值守，火就不要熄了。好。今夜我先守。好。
想到真的有这样的东西。别怕，这个世上没有鬼怪，那个东西应该只是我们没有见过而已。我不怕。钟水。怎么是个孩子？先跟上去看看。这什么东西？哪里来的？怎么都是女子？你们不是海牙人，从哪里来的？果然还有幸存者。我们是大齐来的，我们能谈谈吗？离开这里！我们没有恶意，立刻离开！先走。就算找着了幸存者，可他们也太野蛮了。对呀，他们一言不合就下死手。大哥，我们硬闯进去得了。咱们是来查案的，又不是土匪，闯进去干嘛？我们的行李还在那儿呢。再说了，疯子的药箱也被抢走了呀。你刚刚是故意告诉他们咱们是大齐来的，就是为了看看他们的反应。没错，看来他们也知道当年海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。可是他们对我们那么大敌意，我们怎么……没关系，明天再说。大哥，我们怎么要这么多的干粮？咱们这个饼啊，是块敲门砖。啊？昨天那些营地的人看起来十分瘦弱，那个小孩竟敢冒险过来偷我们的干粮，而且我观察到他们营地里全是女的，所以我怀疑他们营地里的男人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咱们这吃的呀，就是拿去敲他们的门，毕竟人在最饥饿的时候就是最脆弱的，是吧？眼下他们过得这么艰苦，我们不管他们怎么样，都要帮个忙嘛。最近怪物出现的越来越多了，咱们一直躲在这里，所剩的食物也越来越少，怕是撑不了几天了。大宋他们还没消息吗？已经走了1个多月了，怕是已经……罗叔，罗叔，昨晚那些大齐的人又来了。走。还敢来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不怕死吗？姑娘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看清楚，我们身上没有武器。我们是来送东西的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就是看你们好像饿了很久，给你们送点吃的。对，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把东西拿回去，我们不需要你们大齐人假慈悲装好心。退后，滚回去。好，我们退后。我把东西放在地上，
师兄，没事，你们自己出来拿。先放这儿。我们走了。走吧。这些东西怎么办？大齐的人哪有那么好心？他们送来的东西肯定有鬼。可是，这些都是吃的呀，你就不能有点骨气？我家里还有孩子，已经饿了好几天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呀！行了，别吵了，把东西拿进来，试试有没有毒。没问题的话，分给大家。我们给他们这么多吃的，他们竟然还拿弓箭射你们。我们没有化解仇恨的能力，但愿他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心意吧。而且，今年至少那个箭是射向地面的，而不是射向我们身上。但大哥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把粮食都给他们了，我们自己的存粮不多了呀。只有这些海牙人，才能帮我们找到当年的真相。我们去找些野果。好吧。都分给大家了吗？嗯，你也吃点吧。我吃不惯，你留着吧。你要出去？就算有奇人的饼，也撑不了几天。我必须要去他那里。可那里太危险了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这里怎么办？这次我自己去，如果我半个月没回来，你们必须想办法离开，留在这里就是等死。罗叔，保护好自己。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赶紧回去！我不会让你跟着我的，这里很危险。回去。怎么了？哎，阿青！阿青！去看看。阿青，阿青，你们走开！他中毒了。你敢动他，我就和你们拼命！他是个医者，来救人的。他中的是蛇毒，我的药箱里有急救药，我的药箱被他们偷走了，在海岸的营地。让开，走，去营地。等等，你们不能去营地，现在没空听你说什么大齐人跟海牙人的恩怨了。你要是想救这个孩子，就听我们的。走。快走吧。把门打开。可是他们是大齐人。我说把门打开，阿青中毒了，赶紧开门！快快快！快，我的药箱给我。不是我
我拿的，我不知道在哪儿。我的药箱，黑色的，上面有条小白龙，快去找啊！去，快点！所有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那个药箱。蛇毒攻心，怕是来不及了。药箱，药箱呢？找到了，快！给我药箱。来，把我的金针包给我。阿星，太好了！虽然你们是奇人，但我们海牙人并非善恶不分。谢谢你们救了阿星，也谢谢你们救了罗树，还有你们送来的东西，救了我们这里很多人。千万别这么说，都是我们举手之劳。也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们。今晚我会说服其他人，让你们暂时住在这里，明天一早你们再离开。好，多谢。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为什么你们海牙对大齐有如此深的仇恨？我想先问你，海牙被大齐封锁，哪里都出不去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来海牙又是为了什么？是一位前辈给了我一份地图，我们来海牙就是为了查清当年的案子。查案？你们大齐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，要来海牙查？海牙案在我们大齐是绝密，所以我们才必须要来这里。确实应该是绝密，毕竟那么丧尽天良、泯灭人性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声张出去？我不想说了，你们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没问到，还是信不过我们。要不让我去试试吧？如果你要问大齐和海牙的过去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要让我丢掉对你们仅有的好感。罗姑娘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你是这儿所有人的依靠。将心比心，你把这里的事都扛在自己肩上，同为女子，
好。多谢。我先问你，海牙既然在大齐是绝密，你们是怎么知道自己是海牙人的？我们查到了当年大齐军队屠城的事，又从一本孤儿册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但至于大齐为何那样做，我们一无所知，所以才想。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更不清楚。你们也不知道。罗树说的是真的。当年我们生活在海牙城边的一个山村里，没有被大齐军队发现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很多的怪物。大人也没有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吗？大人只告诉我们，是大齐屠杀了我们的同胞，是大齐带来了那些怪物，是大齐毁了我们的家园。但他们也不知道为何会发生这一切。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不想弄清楚原因吗？这些年，我们活在像地狱一样的地方，东躲西藏，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人活活冻死、饿死，被怪物咬死。每天睁开眼睛就只有一个念头：活下去。查清楚？怎么查清楚？查清楚了又能怎么样？能改变什么？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没有被踩死的蚂蚁，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我们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们确实帮不上什么忙。好吧，多谢二位坦诚相待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是不是外面的风声啊？好像是小月。走。还有得救。该不会是野兽进来了吧？不像是野兽，像是人咬的。怎么可能是人？小月姑娘，刚刚都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出来点灯，灯一亮，我一低头就发现他在这儿。霍小姐，帮我把药箱拿来。啊，好。大哥，这屋檐上有血迹，一直延伸到外面。师妹，你把营地的人都集中在一块儿，童双，我们去看看。等一下，我外面有很多野兽，还是不要追了。放心。在哪儿？在这。大哥，那边。走。血迹就到这儿了。这么大片森林不好找啊。走。有血腥味。童双，还有余温，跟营地里一样。都是被人咬死的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么像人的兔子，竟然敢吃！小心点，这附近可能还有野兽。
位姑娘怎么样了？救回来了，多谢你们。今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也知道，这里经常有怪物，偶尔也会有怪物闯进来。那怪物不是闯进来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明白。是听不明白，还是不愿说？当时风清浊说，不像是野兽，像是人咬的。你们对人咬人都有一丝异样的反应，我猜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吧？我检查了附近的脚印，发现那怪物的脚印根本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更像是一直在这儿。罗姑娘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我对你说的，愿不愿意相信我们？但眼下这个怪物很危险，绝不是你们自己可以解决的。如果你不想身边人再出事，那就请相信我们。好吧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怎么有股尸臭味儿？你们不是想知道那个怪物的事情吗？下来吧，给我。小心啊！去验一下。不用验了，他们都是活活饿死的。饿死的？为什么？难道他们都是你的敌人吗？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。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人关在笼子里活活饿死？你们是疯了吗？不是我们疯了，是他们疯了。你们不是见到那个怪物了吗？其实他是我的哥哥罗森，之前一直关在这个笼子里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当年大齐军队屠戮的海牙州府，在海牙的中央，那个地方，我们海牙人叫它小孤城。大齐屠城之后，小孤城就成了海牙最神秘也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传闻去过小孤城的人，都会被妖怪收走灵魂，变成怪物。营地里的物资没办法支撑我们度过冬天。为了活下去，我的哥哥和营地其他男人决定冒险去一趟小孤城。毕竟那里曾经繁荣过，就算有再多恐怖的传闻，在死亡面前也就没那么可怕了。只要能够拿回一些物资，我们就多一线希望。他们成功的从小孤城回来了，拿回来的物资也足够我们度过寒冬。可没想到，却是噩梦的开始。去过小孤城的几个人，先后开始发狂，就像传说中的一样，失去了灵魂，也没有了人性，就像一只怪物。每次发疯后，他们都会晕倒，但醒来后又会继续。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何变成这样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哥便决定趁他们昏迷的时候，把这些人带到地下密室关起来，不让任何人接触，直到把这些变成怪物的人活活饿死。我哥是最后一个发病。哥，没必要这样吧？我觉得你没事。有没有事我自己知道。老人和孩子你都要照顾好。哥，不行，你没事的，走，哥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！哥。
唯一的亲人了。我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他死，所以只能趁大家都睡下以后，偷偷扔给他一些吃的。可今晚我去地下的时候，发现他竟然弄碎了锁链，从笼子里跑了出来。我慌了神，赶紧追出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我哥，他已经伤了人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把你哥哥找回来。你们有办法吗？我哥他现在特别危险。就算再危险，也总要试一试。我们从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就算他像你说的，那也肯定有原因。找到原因，就肯定会有办法的。你有没有觉得罗叔的哥哥今晚的症状似曾相识？是很熟悉。按照你和童双的描述，跟老臭虫死之前的癫狂样子一模一样。你们看，他的心脏和老臭虫的一样，肿大变形。老臭虫是服用了帮叶煞研制的神秘丹药后变得力大无穷的，海牙的人失去了小孤城之后回来才变成怪物的。两拨人的心脏同样的肿大，而且发病也极其相似。两拨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，怎么会有如此的联系呢？我实在想不明白。难道他们去小孤城找到的物资里有叶煞炼制的丹药，然后被他们误食了？谁会胡乱吃丹药啊？而且这丹药黄无常也刚炼出来不久，跟海牙人发病的时间也对不上。若罗叔所言是真，这些人发病的源头应该就在小孤城里。还是要找到罗三。若是能设法让他清醒，说不定能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线索。毕竟他是唯一去过小孤城的人。可他哥现在还神志不清，我们总不能满树林去搜捕吧？而且就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，万一他发起狂来伤人怎么办？师兄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罗三从地洞逃出来以后，先是咬人，后在树林里面吃肉，说明他十分饥饿。可他毕竟不是真的野兽，我们可以设个陷阱，守株待兔。人呢？还来不来呀？这鸡再好都不好吃了都。你先别急，你先把你口水擦一擦。你擦一下你的吧。来了。刚刚下的药，2头牛都没得晕，他怎么还能站得起来？哎，小心点啊！放心吧。好。哎，怪物！